今天开始准备按计划开始，就是晚上9点上床，9点半必须睡着。2是早晚刷牙，用洗面奶好好洗脸。3早上6点起床。5是不骂人，不说脏话。6不对别人生气发脾气。7晚上写一篇字贴，然后加油。大宝，你第4点没念。对，我也觉得是什么1、2、3就直接蹦5了呢。我数数啊，最好的就是那条。4是对镜子每天笑一个。2021年5月11日星期二，总结，在这3周里，我主要问题变得比以前懒散了，然后没有组织性、纪律性了，还有没有经过教练同意去碰电器。其实我的手病有很多，手病。我就像一个长了一后背刺的一个人。你干嘛？不好！这些刺全都是不好的刺。算了，千万别惹我急，逗谁啊？你看那个肚子。但是我想把这些不好的刺拔下来，我会把这些不好的刺拔完。我以后要多给这些小队员做表率作用，也要多帮助小队员。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 U15大队员骂脏话的比较多。总结人马虎。马虎，来，你的刺在哪里？在一背，就是现在看不见。看不见。对。还有刺吗？还有好多。还有好多刺。对。怎么会长那么多刺呢？就是在家里边比较野性，所以妈妈就是跟着后子，就慢慢就给印上去了。我也不知道怎么长上去的。可是来到这儿的时候，是一个刺儿一个刺儿这样拔，是不是？对。谁拔的最多？孙教练和师爷比较拔的最多。师爷，请问他的刺儿拔光了没有啊？还没有。还得继续拔。孙教练那个刺儿还在身上，但是已经拔了很多了。你觉得他的刺到底是想刺自己呢，还是刺别人呢，还是怎么回事？其实他的刺在刺痛别人的同时，刺痛的是他自己。其实马虎在主动自己在往下拔，而这种拔刺其实最疼的是他自己。老汤个郎做，你亲呢？老汤没人，俺的那个市场个康巴咁呢，聊从那路上等着西，俺样路西等着西，康巴咁菜的康大个，聊从那三者心里里，俺呢才人心个人切合影。个人堂前边地手，聊苍马娘的，你记了你所写白的，各种枪等着你。俺说人过来着西，那一把也在国外当，也用了汉门头阿里。你的刚起码都马了那讲个嘛的，俺说没记了送阿嘛的，做不当天的送阿的，大就养着西。他看着他就等着你。最后一个门，好了，我关一下门。好，关上了。俺们亲头什么聊啊的？俺们那边说好了还讲个，要去亲们跟我录几了啥球个人。俺今年的了那个还讲个人，一样能听个么事。
脑筋还讲转堂点吧西里。林真可不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至少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干活的时候全部都要，村子里人全部都要去帮忙。大家要去帮忙。对，我们比较年轻的人全部都要去山上啊骑马，下来的时候妈妈也做饭认当。哦，他好像是在描述一下你们的生活的感觉，是不是？对，很自由，做什么都很开心。做什么都很开心。现在的这样子出来，然后做很多的工作，其实是离开家蛮长一段时间哦。对。会不会很辛苦？要说实话啊。基地创建已经6年了，这6年里，基地发生了很大的事情，然后我也发生了很大的事情。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是在小汤山，后来我们慢慢的搬到了南溪家，然后我们在那儿生活了4年。我们代表亚洲去美国打世界性的比赛，虽然说成绩不咋样吧，然后获得第7名。当时我很伤心，然后我和宋朝也在那里哭。你就这么一次比赛多难得啊！然后因为我们努力了，但是没有得到自己的成绩，就是感觉过不去，就跑回了老家。在老家里，就是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个人生的规划嘛。孙亮就去家里接我好几次。孙亮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输了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去面对困难。然后我记住这句话了。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了我和现在的优势我的队员在以前南溪家的时候，生活的很开心。我就想，我为什么当初那么开心？我回到家之后，明显是没有了自己的未来的希望，而且为什么不要回到基地和大家一起相处呢？然后呢，我就慢慢的回到基地了。我非常感谢的就是孙教练，孙教练如果不让我回到基地的话，我就没有我的新的人生规划。师傅，前2天看着一张您跟我们一起在11小的一张老照片，想起87年那会儿，您带我刚进队的时候，当时我成绩不好，球打得也不好，就跟马虎一样，是个问题少年。如果不是您，我一定不是现在的孙令峰。是您在我最重要的人生节点上，给了我改变人生的最重要机会。在您眼里，只要是您教育过的孩子，您都会给他们机会。是您给了我一条正确的人生路，我就想，或许我也可以跟您一样，给到别人机会，所以才开始了做咱们现在基地的想法，才有了现在这68个孩子，才有了咱们现在这个大家庭。30多年过去了，师傅从青壮年慢慢变老，但是对棒球的激情，对球队的热情，对孩子的亲情，从来没有变化。我只希望师傅您把身体保养好，健健康康的，再影响我35年。因为您在，咱家就在。您的孩子孙令峰。好。啊，那张照片我也看过，是，我特别感动。我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我说：“哎呀，你就坐在前面最左边啊，在那个角落上，你那个时候才几岁？7、8岁吧。他不是队里的第一批，后来呢，他从事其他的运动，什么摔跤啊、拳击，他什么都玩儿。玩的当中呢，从皮，就是特别有个性，所以就给他补充进来了。师爷，您是不是特别喜欢这种特别顽皮的孩子？顽皮的孩子好，虽然年少的时候顽皮的，
可能将来会更有出息。而且他们更知道感恩。所以你这么多年来，你教的孩子们个个都是在你手底下都变成一个非常温顺的绵羊了，已经快。啊？没有。没有吗？我觉得他们不单在球场上，在生活当中也有野性，让他们能生存下去，让他们能发展下去。那种品质特别重要。是因为我现在我们也，譬如说我们也看到丁真，他也是为了礼堂，他必须要出来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啊。某一些时候，我觉得是一种压力，有没有压力？有的。所以就是我有的时候也很心疼。至少我看到像你们基地的这些孩子，在你们的这个照顾之下啊，他们受到绝大的保护的。其实这就是从小师傅给定下的规矩，先做人，再学习，最后打棒球。大家好，我叫张超，今年15岁，来自河北省张家口，打棒球5年了。我要为大家读一篇文章，是我想对你说，我想对基地的爱心人士，还有一些基地的老师，然后还有是来到基地的变化。孙教练，在我的内心深处有很多的话想对您说。人这一辈子有很少的机遇，我遇见了能改变我一生的机遇，那就是能来到基地。在基地，我遇见了一群可爱的队友们，有调皮可爱的李海鑫，有严肃的孙教练，还有非常敬爱的师爷，最后还有一群默默在关注孙教练和在我们背后一直关心我们的爱心人士，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非常感谢你们一直关心帮助我们。孙教练，我想对您说，感谢您可以让我来到基地。在我家乡，我并不知道我长大以后去干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也没有一个可以以后去奋斗的目标。来到基地有很大的变化，经过几次搬家，我知道了您的不容易。出院后的孙教练，为了让我们开阔眼界，带我们走出国门，去往美国，看到了很多高科技，所以希望您可以按时吃饭，早点休息，注意身体。然后师爷，我想对您说，师爷，我非常佩服您，因为您在身上我可以看到一种精神，那就是奉献。从我来到基地几个星期以后，您就来了。开始并不能看出您是孙教练的师傅，后来陪我们一起走来了这5年，跟我们一起成长，直到现在，您70岁的高龄还在继续带队伍。2、3个月前，师爷就说眼睛有点看不清，视力下降。因为临近比赛任务非常严峻，训练时间非常宝贵，直到前2天您才去医院做的检查。一开始以为是白内障，但是检查结果是眼底萎缩和右眼出血形成的血结块，导致右眼视力急剧下降。检查中像一般人都会说休息几天，可以平时休息，但是您却和我讲基地队伍的现状和优势队伍的比赛阵容，然后还有原来在南齐亚时候发生的事情，就是师爷在跟我们训练的时候，然后脖子后面长了一个像鸡蛋那么大的肿瘤，可以想象当时的疼痛。师爷在这4个月1天训练没有耽误，我在训练的时候手里拿着风扇，防止出汗进去化脓，所以这件事中看出来师爷的奉献精神，值得所有人学习。在这里希望师爷可以开心快乐，可以一直陪着我们训练。我想对所有爱心人士说，感谢你们可以一直支持我们，帮助我们。只有像您一群群叔叔阿姨，才会有我们现在这么好的生活条件。感谢你们，67位队员，我想对你们说，感谢大家一起陪伴了我5年多，希望大家可以和我一起为自己的梦想一起去奋斗努力。棒球只是在社会上生存的手段，不是会了棒球就不用学习，不学习没有出路。能帮我签个名吗？可以。等你以后当世界冠军之后，这个曲子谢谢。你怎么理解青春这个词？有一点叛逆，但也是那种最活泼、最幸福的一个阶段吧。青春是做梦的时间吗？肆无忌惮吧，就玩、赛马、唱歌、跳舞。青春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青春就是开开心心的，然后呢，每天都傻玩傻乐，这就是青春。我觉得青春就是应该，所有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梦想，然后一起去奋斗。青春就像是跳舞一样吧，就是很开心，可以放飞自我那样吧。我觉得青春应该是自信，应该奔放的、自由的。青春是骑马的。青春就是和自己的朋友一起跳舞。VIP 会员每期专享惊喜彩蛋，更多高冷片段等你解锁。上微博参与“念念青春”婚博，联合微博纪录片的青春中最美好的瞬间是什么？互动征集活动，赢节目惊喜周边。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纪录片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青春就是我们 ，OK， 永远不老。